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没有脸书了。好，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0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3集的词汇。好，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的工作。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我了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汇 Hello Hardwing Hello Mandarin。 好，最近老师啊特别忙，要去学校上课老师最近有很多学校的课要去上还有私教课也有，所以最近比较忙都忙得有一点头晕脑胀了好，那么另外就是台湾这几天天气变得比较冷了所以气温下降得很快，现在大家出门都要穿长袖的衣服，有的人还会戴上手套，所以最近气候多变化，温度也下降得很快好，欢迎裴静还有 Alexander 还有雅迪，好，欢迎大家。那今天的词汇请你们跟我一块念：环保、环保、环境、环境、环境。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跟环有关系的这些词汇其实也是蛮常用的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词汇环保。这里的环呢，其实指的是环境environment。好，环境，保是保护，所以环保的意思就是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好，那么这种环保的议题呢，是这几年特别重要，大家都在讨论的议题，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环境是不是对我们人类是健康的，环境是不是干净的因为环境只要变得更好，我们人类呢就能够生活得更好，所以环保的议题现在越来越多人讨论了，很多人希望自己用的东西是环保的是不会造成污染的，因为现在空气污染、水污染越来越严重，那么大家都希望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所以环保的议题现在越来越重要了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环保，还有一个应该可以告诉你们的，就是环保也可以当作形容词，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很环保，表示这个人很重视环境保护的观念，可能他吃素，可能他会骑脚踏车，因为脚踏车不会消耗石油，而且也不会排放废气，所以如果你骑脚踏车上下班、上下学的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环保的人，你有保护地球的概念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当做形容词的时候，你可以说哇 Mandarin 很环保，表示他非常重视环保的观念对，而且呢，就像 Mandarin 说的，骑脚踏车对自己的健康也有好处，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例句，他很环保，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你们有没有骑自行车上下班或上下课呢？老师希望你们有这样的习惯，因为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给自己运动的机会，一方面也可以保护地球，因为自行车不会排放废气，也不需要汽油。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小心，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妍秀，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好，那么这个佩霞说，我现在还有在骑脚踏车。那有同学说，老师，脚踏车跟自行车有什么不同？没有不同，都是一样的意思，都是 bike。我们可以说单车、自行车、脚踏车，
在台湾我们还可以叫它铁马所以这个 bike 在中文有很多的说法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来做一下练习好了。不少环保人士和团体，对，铁马没错好，这里抗议聚集在，好，这个句子有一点困难，不少就是很多的意思不少就是很多，环保人士表示这些人都是有环保观念、重视环保观念的人。好，还有团体，环保团体指的是这样的团体呢，特别重视环境的卫生、环境的保护，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环保团体、环保人士好 ，OK， 好，抗议，抗议表示你对一个现象不满意，你会去抗议 ，protest。聚集 gather together， 好 ，OK， 聚集 be together 在印度叫摩托车 bike 比较像 motorcycle 对不对motorcycle 摩托车，也可以说 motorbike 也可以对不对好摩托车就是机车机车 motorbike motorcycle 对不对？好，不少环保人士和团体答对了，聚集 gather 在这里 gather here 好，聚集在这里 gather here 好，这个聚集这个词汇大家注意一下好，表示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叫聚集好，聚集在这里抗议答对了，不少环保人士和团体聚集在这里抗议答对了，没有错林子说日语叫做 bikey 是不是？我不晓得好，对 OK 好，没问题，不少这个词汇大家可以记起来就是很多的意思好，我们往下看，他一生环保都提倡在，好 advocate 就是提倡，什么叫提倡呢？就是你特别赞成某一种想法，所以你想把这个想法散布出去，把这个想法告诉别人，你也希望别人知道并且实行这样的想法，这个叫提倡，请你把这个词记起来，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很喜欢一个想法、一个概念，你也希望别人喜欢，那么你就会去提倡它。所以如果我特别喜欢佛教的思想，那么我可以提倡佛教的思想，我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接受或喜欢佛教的思想，那么我会提倡，我希望你们也喜欢，我会去 advocate， 我会去提倡好Mandarin 说我提倡吃素，没有错，吃素对 Mandarin 来讲，他觉得对身体很有益，对环境也很好，所以他希望我们也接受吃素的观念，所以我可以说我提倡吃素好，那一生就是 the whole life lifetime OK 一生一辈子，我们中文说一生你也可以用一辈子好，谁帮我打一下，一辈子就是从出生到死亡这段人生的过程叫做一生或一辈子，很棒我提倡残疾哑铃这个句子就不太对了残疾基本上它是一个状况吧，我们不会去提倡它，对不对我提倡大家，我提倡残疾人的权利要跟一般人一样，我提倡残疾人和一般人都是平等的，那就可以。你会提倡一个想法，一个概念好，他一生都在提倡环保，这里的环保是一个名词是一个概念，一种行为，一种想法好，他一生都在提倡环保，答对了，非常好好，那老师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有环保多多的这个实行环保的概念，
因为现在地球受到了很大的污染，对不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各种各样的污染。那如果你能够实际的去做一些具体的行动来保护地球，那么你就是一个有环保概念的人好 ，OK， 好的。那么我们来，我提倡大家，秀珍，你可以说我提倡运动，我提倡运动，可以，我提倡运动，表示你很喜欢运动这个概念我提倡慢跑表示你很喜欢慢跑，你也希望大家接受慢跑这样的运动。我提倡慢跑好，有人提倡，蓝墨说，我提倡大家能够多多学习中文，可以呀，因为学习中文是一个好事情嘛好的，广告时间，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可以请老师喝杯咖啡妍秀，你可以直播课后留言告诉我，你可能要我告诉你怎么样的句子是对的，你可以在直播课之后留个言告诉我好，那么请大家多多支持老师，成为我的会员。好，我们往下看。那关于环保呢，我们还有很多相关的词汇来，环保材料什么意思？材料，老师，什么是材料？材料就是 material。好，那环保材料就是这些材料是可以被分解的。你们知道分解吗？就是你可能不用了之后，你把它丢掉，但是它是可以被环境给biodegrade， 我不晓得英文怎么说，就是它会慢慢消失，慢慢不见。它在环境中会慢慢消失，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所以这样的材料是环保材料。有一些材料不是环保的材料，像塑料，在台湾我们叫塑胶台湾叫塑胶。塑料这种东西是无法被环境分解的，可以，但是要好久好久好久才有可能分解。所以这种东西，塑料或塑胶，还有保丽龙这种东西也不是环保材料，它是对环境有害的，而且要过了好几百年才有办法被分解好，那么当然我们希望，如果你想要爱护地球的同学，我们可以多多购买一些环保材料做的东西好，再来环保意识什么叫意识呢？在大陆它会念成意识台湾念意识，大陆念意识。好，那环保意识的意思就是 awareness， 就是环保的概念，表示你很懂，你知道怎么做环保，怎么样有环保的行为，怎么去爱护地球，那么你就是一个有环保意识的人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句子。这双鞋子是用，很简单对不对？环保材料做的。这双鞋子答对了，是用环保材料做的。好 Mandarin 说一次性的东西跟多次性的东西，对，在大陆他们叫一次性，就是你用了一次就丢了这个是一次性的那这种东西一般都不环保，这种东西不环保一次性的东西用一次就丢了好，那么如果我说这双鞋子是用环保材料做的，那么这双鞋子当你不穿想要丢掉的时候，它是可以被环境给分解掉的，可能过了3个月5个月这双鞋子就不见了，它可能就回归大地了回归大地了界念，环保界念是什么？概念吧概念来我打给秀珍看，概念是环保概念不是界念，概念对回归，老师刚刚说了一个回归大地，就是 go back to the ground， 回归大地观念或概念都可以，环保观念好了，环保观念比较常用，我们不会说环保概念，环保观念
好，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的？好，一次性是大陆在用的啦，台湾不用一次性台湾叫免洗筷子、免洗餐具，就是用了一次你也不用去洗在台湾我们不说一次性，台湾我们会说免洗筷、免洗碗，免洗就是不用洗的意思好，回归，乌龟的龟不是是蓝墨打的那个龟好的，有没有问题？对，免洗蓝墨打出来了。在台湾我们有些筷子你用一次就不用了，竹子做的筷子用一次就不用了，在大陆叫一次性餐具，在台湾叫免洗餐具免洗餐具好 ，OK， 我们往下看。良好的教育能提高概念，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想法跟了解，叫概念 concept。良好的教育能提高什么呢？这题好简单。好，那提高 enhance， 提高就是增加的意思提高就是增加的意思概念，秀珍，你对数学有没有概念？所以概念就是了解的意思秀珍，你对数学有概念吗？如果秀珍是个数学不太好的人，或数学很差，你对数学没有概念，你对数学没有概念，所以概念就是对一件事情了不了解的意思好，良好的教育能提高环保意识，答对了，宋平答对了然后 Henny 也答对了。好，良好的教育能提高环保意识，答对了。好，在大陆念环保意识，我不习惯这样念，我比较习惯念台湾的意识意识。好 OK， 我们再看下面。好，那么我们关于环保还有很多相关的词汇好，我们来学习刚刚呢，这个林子用了一个英文叫 recycle 的中文我们要说回收。好，谁帮我打一下回收？什么叫 recycle 呢？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不用之后，纸你不用，你把它分到纸的位置；铁你不用，你把它放到铁的地方；铝你不用，你把它放到回收到铝的地方，这个叫 recycle 回收。对，回收。有些东西是可以回收的，那我们就要回收它，它可以重复利用。什么叫回收？可以重复利用的材料，如果你把它重复利用，就是回收的意思。像纸、铁、铝，有一些塑料也是可以回收的好，对，回收 recycle。好，节能有一些电器是可以节能的，节能的效果越好，它就越省电electricity saving， 它就越省电。所以有一些节能家电，如果你用节能家电，那么它就比较省电。比如说你用节能的空调，这个空调就比较省电，你不需要付很多电费这个叫节能，节省能源的意思好，再来，有些东西是低污染，它比较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那有些是无污染，就是没有污染的东西，像有一些使用一些能源，它是无污染的，比如说像水力发电的能源、风力发电的能源，它是无污染的，因为它是大自然的能源。那有些污染是低污染的，它的污染物比较少，产生的污染比较少今天是越南的教师节越营是越南的教师节是今天好，太棒了。再来，低碳就是有些东西会产生的碳比较少。我们都知道二氧化碳会造成很大的污染，所以有一些东西它是低碳的，它不会造成太多的污染，不会产生太多的二氧化碳，所以这种东西是低碳的。我们中文呢
有一个东西叫英文叫 carbon footstep， 是不是？叫碳足迹，中文也有这个词汇，叫碳足迹。如果呢，你做一件事情，使用一个东西，它的碳足迹比较少的话，那它就是一个低碳的行为或低碳的方式啊，所以这个低碳是比较环保的啊。月莹祝老师健康开心的生活啊，谢谢月莹。对，碳足迹 Mandarin 写对了。蓝墨说二氧化碳没有错，答对了。好，这些词汇都比较难，不过呢，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环保概念的人，老师希望你多多的去接触这些专有名词，因为对母语者来说，这些专有名词我们都知道，都不会太难。所以，但是你平常在教科书上很少接触到，老师希望你们把它学会啊。好，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是吗？然后碳足迹啊。秀珍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的数学不行啊？我是用猜的。”老李喜欢使用，好，你们都答对了。节能家电，答对了，很好。老李喜欢使用节能家电，表示这样的家电比较节省能源，同时它的意思就是比较省电的意思啊，比较省电啊。好，谢谢越南的朋友，祝我教师节快乐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还有好多跟环保有关的词汇啊。可回收，什么叫可回收呢？你可以说啊，这个东西是可回收的，表示它的材料是可以重复使用的。OK，recyclable。所以我如果说啊，这个东西是可回收的，表示这个东西你不用的时候，它的材料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重复使用的。好，好的，再生，什么叫再生呢？我们最常说的是再生能源，表示这种能源是用不完的，它会一直产生，一直产生。再生就是这种能源，我们会说再生能源，这种能源是用不完的。什么样的能源是再生能源呢？比如说太阳能，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直都有，所以太阳能是再生能源。还有呢，风力的能源也是再生能源，永远都会有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有可能潮汐发电啦，还有什么反正有很多可以重复出现的产生的能源，我们都可以叫再生能源好，再来可降解这个是大陆的说法了在台湾我们说可分解，好，就是 biodegradable， 好，可降解，台湾说可分解，就是老师刚刚说的这种环保的材料，你不用丢弃之后，它可以被环境给分解的材料，这个我们就可以说可降解或可分解好，有点难，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题目，太阳能是一种什么能源？你们答案都写出来了，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好，再生能源是一个很常见的词汇，但是如果你只有说再生的话，老师可以举一个例子，什么时候我们会说再生？用在动物身上，有一种动物，你碰到了它的尾巴，它的尾巴会掉下来，然后过了几天，它的尾巴也会长出来，这样的东西也叫再生。蜥蜴对不对？蜥蜴的尾巴如果掉下来了，它过几天又会长回来，它有再生能力。蜥蜴的尾巴是有再生能力的还有呢比如说螃蟹，你把螃蟹的脚给拿下来，过几天或过几个月，它的脚又会长出来，所以螃蟹也有再生能力。还有呢，蚯蚓，
如果你把蚯蚓的身体切开来，那么过几天蚯蚓那个断掉的身体又会长出来。蚯蚓也有再生能力，所以再生的第二个意思用在动物身上，表示这些动物你把它的脚拿掉，把它的尾巴拿掉，过几天它就会长出来。这种是再生能力的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好，所以今天的课程其实蛮难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专有名词，但是我们中文啊，你不要只学常见的词汇，偶尔你也要学很多专有名词，你的中文才会进步啊。好，那么今天的课结书，结书是什么东西啊？结书我不晓得结书是什么。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咯，大家要早点休息，我们下礼拜再继续的来学习 HSK 的课程。今天好多专有名词，对不对？好，如果有任何问题，直播课之后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里面留言，老师会回复你们的问题。好，大家下礼拜见，拜拜。